臭宝们，谭健次演唱会官宣阵容了。从今天开始，谭健次又多了一个身份，叫做舞台总导演。很多人是不是没抢到票啊？别着急，把这条视频看完，片尾有惊喜。之前相信抢票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演唱会火爆的一塌糊涂啊，1秒钟票就没了，可能还不到1秒呢。我之前就说过，谭健次为了准备这一场演唱会，基本上把他积攒的10多年的人脉全用在这个演唱会上了。他把业内所有的顶级资源全都整理过来，筹备他这一场演唱会。就是这场演唱会对于谭健次来说吧，不只是跟粉丝一个双向奔赴，也相当于是他出道10多年来给这10多年来的努力和汗水一个交代。然后咱们说一下谭健次演唱会这个工作人员团队啊，很多个职位呢，可能大家都不熟悉，不知道是干嘛的。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熟。比如说音响顾问啊、弦乐总监，这些职位是干嘛的？因为我不是搞演唱会的，我是剧组拍戏的，我也不太了解啊。但是有2个职位我是知道的，一个职位叫摄影指导，还有一个叫做影视化特效总监。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影视化特效总监这个职位的意义啊。字面理解，影视化，也就是说，谭健次这场演唱会现场的摄影同学不光是会用熏道机来对现场进行拍摄，把画面投到现场大屏上，还会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谭健次影视化的拍摄。影视化是干什么的？他可不是说现场演唱会现场录像就完事儿了啊，相当于是拍了一个 MV。 你可以理解成这么一个片子，在演唱会开完之后，这个片子会与大家见面，但是呈现的方式我不知道，有可能是谭健次和他的工作室自己发，还有可能是直接作为歌曲的 MV。 然后他具体的工作流程呢，不是演唱会的现场拍摄，很有可能是谭健次在彩排的过程当中，影视化同步进行，把影视化的片段拍完之后，观众检票进场，然后演唱会正式开始。所以说，没有抢到票的小摊伙们不要气馁，即使没有抢到票，演唱会开完之后，你们一定会看到演唱会的内容的。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啊，真的是很用心。整个2024年，他基本上花了1年时间在筹备这个演唱会，花了半年时间去申报之后了，用自己10来年的人脉资源，把国内的顶级团队都给积累过来了啊！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演唱会，并且加入了影视化的内容。我说实话啊，影视化这种东西呢，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因为成本问题、时间问题，好多综合因素决定下来，所以说很少会有影视化这个东西的。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正常演唱会排练之后，先是彩排，彩排之后直接开场，开完场了抬屁股就走 ，OK 完事儿。那现在加入了影视化之后，首先第一点，谭健次一定会额外付出大量的时间来把影视化的片段来搞定。其次，多拍影视化的东西，你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的。那多花时间面临着什么？面临着场馆的租金是要延长的，这些都是成本费用当中。还有一点，让粉丝去点歌。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谭健次自己的歌，他是要交版权费的。他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这些额外的成本都是需要他来承担的，真的是很走心。就谭健次，他势必要把这几场演唱会做到国内顶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这可能就是他的心态。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主办方那边我有朋友很熟，8月31号谭健次北京场这场演唱会，昨天呢，主办方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愿意送我1张票，已经把我身份证号要走了啊，要给我录入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消息有必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臭宝们。好了，多说无益，让我们祝谭健次演唱会顺顺利利，让我们祝谭健次大红大紫，点个赞，臭宝。